万海案2年了，迟迟不能起诉，上上下下压力都很大。就少那么一点点佐证，这案子就判不了了吗？办案子是公检法3家的事儿，查明事实归公安，咱们的任务就是审查起诉，该提意见提意见，该退补退补，可该起诉就得起诉。办案子，证据充分就行了，达到法律真实，不要苛求客观真实。都像你这么干，咱检察院不得被骂死啊？那也得看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吧。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事儿反正我不同意，我就要行使检察侦查权，我就要补充侦查。李仁俊希望我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万海案。谢鸿飞接任主办检察官后，万海的辩护律师张文京被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批捕。张文京，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万海，这是你的认罪认罚具结书，要是没有什么异议，就签字吧。东平货运站强迫交易案、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这2起万海涉黑的关键案件，都存在着证据不足的情况。可是万海案仍然被快速推进。在我看来，主办检察官谢鸿飞、律师程子健、检察长李仁俊都是推波助澜者。乔振兴的判断跟我们的调查思路有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好像说乔振兴的死是不是就是跟他之前查的这个万海案有关系？因为他那里边可是明提了，说万海不是黑社会，是不是这句话给他惹的这个祸？张文清在法庭上也是这么喊的。张文京当年喊冤，万安、老乔的死，我能不能把这仨事儿串一块儿？因为马重阳在同一封举报信里边，可是同时说的这仨事儿。老乔之前查万安，可能他也觉得张文京不应该是在这里边，查来查去发现，不但张文京不应该是黑社会，万安也不是黑社会。他继续查，可能都快查到真相的时候，他被人我同意你把这3个案子串联在一起，那你告诉我，谁杀了他？谁？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但是组长，我对万安真不熟，就这事儿还得万海，乔振兴收了万海的钱，但是没有帮助他，所以万海找人报复。这样啊，组长，我斗胆我给你说一下这个逻辑哈。您的意思是说，万海把钱给他了，让他办事儿，他没办，那万海直接找人把钱要回来不就完了？你何必要杀一个人呢？你多背一条人命，不更恰恰说明说你就是坐实了黑社会吗？如果他要报复，他也不至于报复他，因为他一直在说万海不是黑社会，他应该报复谁？
谢呢？所以，组长，我觉得万，王玉，万川物资集散中心原本是王玉的，最早也是王玉举报的万海使用暴力手段抢走了他的物资集散中心。如果万海案判决生效，那物资集散中心必然是会还给王玉的。但是，乔振兴2次退步，差点让这个案子不能起诉。所以在王玉眼里，乔振兴是他发财路上的绊脚石。哎，我觉得后边特别能自洽，但是前面我现在提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啊。现在谢已经接班，他被拿下了，那你王玉动他干啥？你直接等谢把万海办成一个铁的黑社会，他就可以得到他自己的物资集散中心了。所以王是不是也重新读一下。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政绩吗？还是被人买通了？洪亮，你作为11部，思路没打开啊？万海案是什么样的案子？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大案要案。如果办成了呢？办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正面典型。如果没办成呢？办不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反面教材。乔振兴被撤，依然不撒手，还在努力要把万海案给推翻了。如果乔振兴败了，那就是正面典型；如果乔振兴成了，那就是反面教材。所以洪亮，你告诉我，乔振兴到底动了谁的堂？连心，来上来，我有事跟你说。等一下，我马上切好了果盘儿。哎呀，你别忙活了，快点。来了来了。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给你个大的。这个刚才也一直没找着机会问你啊。你说。你就说这么大房子，你跟子健你们俩的工资这还贷款，得还一辈子吧？是，这个现在年轻人这个结婚都得要彩礼哈，但是不是得把握好这个度啊？这房子有点太贵吧？你看我跟你嫂子结婚的时候，你嫂子什么也没要，我们这10几年这不也都过得挺好？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这房子是我张嘴要的呀？不是要的吗？哎呀，你是这么看我的，李仁俊？你妹妹我在你眼里是这个样子啊？不是了解一下情况，我是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嘛。你们俩小点声，儿子刚睡，咋了你俩？怎么了？啊，了解一下情况。你老公他批评我呢。怎么能叫批评呢？今儿啥日子呀？能不能说点好听的？我什么都没说啊。你没说，你不是说我爱慕虚荣吗？哎呀，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呀？你等我说，嫂子给你做主。我知道你为我好，这房子呢，之前我跟子健商量过，它确实太大太好了。那就像你说的，以我的工资是根本承担不起的。但子健他对我好呀，他想给我更好的生活。再说了，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送的？没花钱啊？对啊。
大哥。子健在天龙集团这些年，帮龙哥干了那么多事儿，追回了不少债务。他现在是天龙集团的大红人呢。再说了，这个楼盘就是天龙集团的，这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吗？这样这么说，其实也没毛病啊。而且我听说这楼盘现在可是走东平最火的呀，抢都抢不着。你这当哥的应该为你妹开心才对。再说了，这么大的房子，这以后你跟子健多生几个，这也够住啊。哦，对了，琪琪不是要上中学了吗？这门口就是市里面最好的中学。回头啊，你把琪琪的户口搁我这儿来，你放心，子健绝对不会反对的，是吧？叶欣，龙哥辛苦啊，龙哥，为你们高兴啊，为你们高兴。谢谢。抱歉啊，来晚了，请赶慢赶。天龙集团总裁程胜龙，这是我哥李仁俊。李姐，久仰。幸会啊。这是我嫂子刘玉。刘准，终于见面了。你好。哦，这个漂亮的新娘子，红包拿去。李彦先，人家已经送你这么大房子的红包了，这你就别收了。一码归一码，龙哥坐。来，坐。陈总，您的心意我们都领了，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一点都不重。是这样啊，子健是人才，因为他的到来，我们天龙集团现在越来越好，一年一个台阶。这个时代本来缺的就是人才嘛。我为了留住这样的人才，我是觉得3栋房子不够。我们俩作为11部的代表，很有幸跟亚平组长在一起工作，跟大家啊，我们一定坚决。领导好。我不主动给你打电话，你就不知道汇报是吧？抱歉，领导，忘汇报了。老孙他们找你回去有什么事儿啊？就突然有一个临时性质的这么一个小规模的指导小组是吧？在海州吗？哪儿？东平是吗？那是因为老乔的事儿要派指导组过来。纪律，现在说话不方便对吧？是的，领导。行，那我懂了。我说你听着啊，2件事啊。第一件事，你个要脱衣服的人了，什么指不指导小不小组的，都跟你没多大关系，你就记住了，少说话，多看，别惹事儿，知道吗？领导请放心，我呢，凑数，不错，这认知不错。还有第2点啊，你到了之后，不管工作有多忙，一定先去老乔家看看周梅和然然。记得送白包啊，这白包记住了，一定得是单数，不能是双数。领导，那行吗？999，行，只要是单数就行，双数不吉利。好的，领导。你记住了啊，主动打电话跟我汇报。好，领导再见。挂了。999代表天长地久，这数字不合适吧？那多少钱合适？怎么着也得1001吧。还有啊，咱们指导小组5个人，没有1个是来凑数的。肯定的。王团长老师我就不用介绍了，是吧？我介绍一下小白，白子妍，政法大学刑法专业硕士毕业，多多指教。也是我们1部的骨干力量。那你介绍一下你们11部的同志吧。这特别汗颜，我们11部就不像1部这么兵强。其实要说介绍，不用说我了，就是张淮安呢。哎呦，没事吧？对不起，是不是有纸？有。那个郑组长，我就不过多介绍了，我也是刑法硕士，是白子妍的师弟。哦。给纸。
初步尸检呢做完了，推测死亡时间呢是26号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死者身上呢无明显外伤，无血肿，无瘀斑，无挫伤，说明生前呢没有与人发生过搏斗或者挣扎。另外，血液酒精含量为172.4毫克每100毫升，还检测出了乙基葡萄糖全酸酐和乙基硫酸酯等酒精代谢物成分。也就是说，酒精是生前摄入的，那么死者在死亡的时候呢是处于醉酒状态。哎呀，这得把1瓶酒都给喝了吧？是。还有死者的口鼻处呢有淡红色蕈形泡沫呈现，这符合溺水死亡的特征。再有就是在死者的肺泡等脏器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可以推断是溺水死亡。我们马上准备做硅藻实验，将尸体肺泡内的硅藻成分和现场水样做比对，以确定是否为溺亡现场。现场水样也都已经采集过了。孙局，你说2句。好。是这样啊，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调查的结果，虽然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我们刑侦大队所做的物证采集信息以及合理的逻辑推断。完了，啊，好，那好，那我说2句。分局的同志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侦查工作做得这么细致，从这一点上来说，值得表扬。我呢，代表市局，对你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报告都看了，还是想再啰嗦2句。第一啊，就是这个硅藻实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要把死者肺部的水样跟案发地和落水地采集到的水样做对比，这是证明乔振兴啊溺亡以及乔振兴溺亡的地点的最好方法。第二就是这个羊镐，啊，羊镐上只有乔振兴一个人的指纹，多少有些蹊跷。还是说，乔振兴在使用羊镐之前把这个指纹擦拭过了？第三，是这个手机，乔振兴的手机啊，很可能是本案很重要的线索，不能掉以轻心啊。必须的。一定要展示我们东平检察院的风光。来，兄弟，出发！哎，李姐，哎，车来了，好，来，来。赵主任，没想到啊，这么快就又见面了，欢迎。先给你们添麻烦了啊！还添什么麻烦？来是关怀我们，帮助我们。赵主任，这是我们东平市院参与万海案的部分的同志们，大案子2年，同志们很不容易。是。同志们，这是咱们省院来的指导小组的同志，大家鼓掌欢迎。妹妹，讲2句。讲话就不用了。大家辛苦了，2年多的时间，不容易。但是我要说一句啊，请同志们务必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啊！着急了，外边太冷了，咱去屋里说。啊，来走，来，请。路上还挺顺利的。对，一路挺好。报告，进来。徐觉啊，你找我？对。洪亮这个人，你知道多少？洪亮，认识啊。之前不是咱们东平市检察院的，后来调省院去了。他跟我哥李仁俊是同班同学，关系挺好。熟吗？熟，算熟吧。他们大学的时候，我还去他们宿舍住过呢。怎么了，徐觉？省检察院派了一个指导小组到东平办案。这个洪亮啊，是指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啊。他是省院11部的人。嗨，省院11部也跟我没啥关系，对吧？我又没职务犯罪。东平现在不太平啊，有万海的案子，有张文静的闹腾，还有你哥，这几个案子都搅到一起去了，敏感。我听说
这分局的人来开过案情分析会了，没什么情况，还得等。那行吧，我撤了。秦风，我刚才跟你说的所有话，你出来这个办公室不可以透露一句。明白。密码6个0。我们到了。哎，各位领导，请下车。这给我吧。来，小心台阶啊！来，这边。你好，给我吧，家您的房卡。好嘞，您呢？这个是您的冯组长。小心脚下啊，慢点儿。哎呀，咱们到了，各位领导。来，这边。咱们2位在这一方。谢谢。想啥呢？那个指导小组今天到东平来了，洪亮也跟着来了。他来干啥呀？我在想，要不要叫洪亮到家来吃个饭来？叫啊！你俩是同学，人家来东平，你不得接个风洗个尘呐？人家有纪律呀。纪不纪律是他的事儿。那叫不叫是你的事儿，叫也不会来的。你怎么知道不会来呀？你打个电话去。涂老师电话啊，涂老师。说话。那个吃了吗？干啥？那个想叫你到家里来吃个饭，刘运菜都炒好了。咋的？不方便呀？我是指导组的，我还副组长，我们今天刚到，完上你那儿吃饭，算咋回事啊？你说方便不方便？赶紧的，别磨叽，挂了。真逗。不合适吧？有那封举报信在，他就是调查对象。我不建议你去。他是调查对象，但是我不是调查他的人，是观察他的人。根据内部的管理规定，不得私下接触调查对象，这是纪律。亚平组长，那您说，根据这个我的工作方向，不接触，咋观察？那你应该请示孙传伟，不应该跟我说呀。呀，那让孙传伟感觉好像出个差我不听亚平组长指挥了。哎，不，现在咱俩不团结，你把我给卖了。
洪亮，哎，你是11部的，我呢是1部的。哎呦，快进来，快进来啊！哎，甭换鞋，甭换鞋，快来！哎，洪亮来了啊！赶紧跟我说说，老乔咋走的？如果没有证据，检察院会批准逮捕吗？请你想清楚。放着，干什么呀？没人看我老板。你们想干什么呀？你想干什么啊，江红军？张文静，回去之后有你说话的机会。还有你们几个啊，你们这是知法犯法，再妨碍我们的行动，会对你们进行口头传唤，听得懂吗？放着。他们为了给我罗织罪名、伪造证据、定我的罪，不就是因为我阻拦了他们办万海吗？他们，你指的他们是谁？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还有真正的黑恶势力，他们要害死万海，要害死我。你说清楚点，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想，反反复复的在想，如果一个地方，律师因为履行辩护权，却被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反咬一口，这个地方还有正义可言吗？到目前为止，你都在下断语做结论。张文京，你很清楚，法律不是喊话，是讲事实、讲实据。如果你有关于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违规违法的证据，拿出来。如果没有，不要妄自推断。我根本来不及搜集证据，就被他们带到这儿了。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自然会找到证据。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被推翻。当然，如果你跟他们一样，已经认定万海案是一个确凿的、不容置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那我们就没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了。跟这种人，你还能真动气呀？不应该。哎，郑主任，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着急了。这种人就是个送棍。谢主任，咱们要学会听取意见，无论是有利的还是无利的，都要提起。对对对，您说的对。回去呢，我们再做做功课，一定不让。万海可以见吗？都安排好了，现在过去吗？去。洪老师，这是哪儿啊？居民区。那您要去居民区的呢？管那么多干啥？我跟您来的，我总得知道您要去哪儿。我让你跟我来了。是，但咱们有纪律，我还是得跟着点您。洪老师呢，情感比较细腻，比较脆弱。如果一会儿出点什么问题，你扶着点洪老师啊。这不会是？哎，哥，姓洪那小子去了乔振兴家。风，亮哥。你怎么来了？
小敏在北京呢，他说等他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过来看你，很惦记你。你来了，他就高兴。你是你们检察系统第一个来的，这朋友没白处。谢谢啊，红亮。那个奶奶这边咋说的呀？不敢说。老太太都瘫6、7年了，只要告诉她，她才跟着走了，谁担待不起啊？想好要葬在哪儿了吗？葬哪儿？现在这人还躺在司法鉴定中心，他死的都不知道。那么靠后的事还没行。现在就说，我这儿能跟着准备点啥？就是我能做点什么？可能家里缺什么？缺照片，穿检服，带检回那种。我想要笑着的，你有吗？王海，今天状态看着不错嘛。你放心，目前死不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事件，咱们省检察院成立了指导组。这位呢是咱们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这位是检察官王春祥，这位是检察官助理白子妍。指导组的领导们问你有关张文京的事情，有什么你说什么，不许耍花招啊！各位领导，法庭是他闹的，又不是我。那要问也得问他，你问得着我吗？再说了，这里边男女又不通亲，我跟他也没法交流，这事儿不能冤枉我。万海，你怎么看待张文京扰乱法庭的事儿？这事儿他不地道。你看啊，按理说你字儿签了，他就具有法律效力了。你说你上法庭你闹啥劲儿呢？你像我在王老先生待着，那法警都能给我作证。我想得很明白，早点判，早点服刑，我早点能出去。但是这话呀，反过来说，你看她年轻又漂亮，这有点想法，我觉得也正常，是吧？王海，你的口供里说张文京是你黑社会团伙的军师，说说具体情况。他确实有才，懂法，这事儿我能证明。而且呢，歌唱得也好。那青藏高原那比那个原调还高一把。什么乱七八糟的？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不要浪费指导组领导们的时间。这不实话实说吗？行，这今天省里来领导了，那我再说一遍，是张文京教唆我，让我安排人把王玉给扣了1个星期，然后低价把这个婚姻证给收了。那我就按他说的呢。就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然后强迫他在合同上签的字。这合同呢是张文京拟的，还有我那娱乐城的保安队长把人打残这事儿，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替我擦了屁股。汪海，你这些话，卷宗上都有。你拘禁王玉这1星期当中，张文京见过王玉吗？我想想啊，没有。你说是张文京拟的合同，也是张文京逼迫王玉签的字，那你给我形容一下当时的情况。
张文京是怎么逼迫王玉的？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过程是怎么样的？王玉从一开始的不同意到同意，花了多长时间？这期间，张文京见过王玉几次？这个领导哈，就是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多。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张文京是怎么逼迫王玉的？那逼迫还能咋逼迫呀？你刚才我也说得很清楚了吧？找人把他打服了。这是过去多少年了？你为了这个物资集散中心，又是拘禁又是打人，费了不少心思。可是签合同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就会不记得了？这位领导哈，我不瞒你说，我关这里头就2年多了，他们也不关灯，那脑瓜晃得嗡嗡的。你再过几天你过来，你可能我都记不住了。学校那边假都请了啊？请了。学校也挺理解，看他。小梅，你身体怎么样了？这点吃饭情况呢？2000了，一口东西都没吃。那不行啊！你吃了没有？也没吃。你小脸儿饿的蜡黄的，我去给你们下面点，你们都不用动啊，都没事。你们单位出结论了吗？他到底咋走的？你明儿有空吗？可以，我干啥？跟我出去啊！你们单位？不是，我哥的死亡现场。那个什么河？永清河。烧纸去？不是，宋觉儿啊。觉得我哥这案子有问题。啥问题？他是被冻在瀑布上的。咱们上面的人找到了他这个入水的冰洞，距离那瀑布好几公里。当时天又特别黑，我总觉得这……哥，我在这跟你说不清楚，你得跟我上现场看看去。哥，你啥意思呀？你就是不想跟我去呗？那咱们说一说娱乐城杀人事件。这刘贵啊？对，麻烦说的具体一点。这刘贵他吸毒，不是个好玩意儿。你在我的娱乐城他也敢吸，我就让吴小天教育教育刘贵，结果吴小天下手太重了，你说把刘贵给打成植物人了。按照你的说法，张文京把吴小天的故意伤害伪造成了过失伤害，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跟你商量吗？这种小事他到不了我这层面，一次都没跟你商量过。哎呀，他管的就是关于法律的事儿，摆平这些事儿他用不着我管呢。那你知不知道张文京找娱乐城的服务员邵小燕做伪证？我都说了，这种人他到不了我这层面。你口供上不是这么说的。不是那个这位领导啊，你别给我挖坑。这说的是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我肯定知道啊。那你知道张文京给了他什么好处吗？那肯定得上价值啊。那你给了张文京什么好处？钱呢？给了多少钱？几次？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胡哥，今天你要放我一条生路，我也给你行个方便。你可以和我联手。我之前说要投4年，不是在开玩笑。
点渺小，搁不下显赫兄弟这尊大佛。今儿我给马老爷子一个面子，不杀你，但从现在起，你别再出现在我跟前儿。想要命的话，滚出岭南。 下来！哎，站住！你过分了吧？啊！你去哪儿了？你还好意思问我去哪儿了是吧？说好了，我开着垃圾车，咱俩在路边汇合。结果呢，我又被人打晕在路边了。这次更过分，我竟然被人扒光了！是不是你干的？不是。哎，他就不可能，全天下就没有人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儿来。咱都说好了。 那干完这票就有钱呢，那钱呢？你是不是骗我呢？确实有钱，但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有需要的人。不，天底下有谁比我更需要钱吗？你妈也急等着钱做手术啊！开玩笑，我哪来妈呀？这不就得了？啊？不是，什么意思？没明白啊。 就交。倩倩，谢谢你啊！赶紧把钱给家里送过去吧。嗯。你这2天见过张显赫没有啊？自从他上次在酒店闹事之后，我就没跟他联系过。我听黑皮说，张显赫接近胡歌目的不简单。今天早上他要怀胡歌的事儿，胡歌差点把他……出什么事儿了？具体什么事儿你就别问了，反正你以后少跟他来往。 好，明白了。方林已经送到八婆那边去了，那个张显赫怎么办？你不会真就打算这么放过他吧？他二姐方林的时候死了，不管是不是我干的，我都百事不清。但是要是之后一不小心出了什么问题，那就跟我无关了。 我差几个兄弟把人做干净了。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张显赫，他接方林的时候那个匿名电话是怎么知道的？为什么要点他的炮？会不会我们身边有张显赫的内？他们两边起了内讧，那个要坏的事儿。要是张显赫身边的人要搅浑水，那还不打紧？怕就怕。 是条子的人干。虎哥让咱们救内鬼，你怎么认识王倩呢？我在后院仓库碰见过他，鬼鬼祟祟的，感觉像是在探路。更何况方林的位置只有我、虎哥还有送饭的丁丁知道。就那丁丁，我借他180个胆儿，他都不敢当内鬼。 怕成是有人跟着他知道了方林的位置，然后再告诉那个张显赫。你说咱们酒店有脑子干这种事儿的人，除了那个王倩还能有谁？我打电话点炮也是他。
可要真是他，他就不是张显赫的人。你还记得虎哥杀聪子的时候，聪子嚷嚷的时候吗？小子真不是我以为是他，他是警察。王倩是条子。不行，雷姐，谁都知道你跟王倩有过。你这时候去虎哥那儿点呢，虎哥肯定不信你。而且这个王倩贼得很，从他身上找破绽不容易。哎，你这好酒呀，千杯不醉呀！你这么买，下回来肯定给你打折。您慢点啊。放心吧，我不会那么傻，从他下手。姐，你说你把我招进酒店来，我还没谢您呢，你这就请我吃饭了，你这太客气了，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怎么样，在酒店工作的还适应吗？适应，相当适应啊。尤姐，你罩着我，我来酒店都横着走了。我看你跟大家混的都挺熟的啊，尤其是那个汪倩。啊？我听阿林说你们很早就认识了。哎，也不算认识吧。那到底是认识还是不认识啊？姐，我当你是自己人啊！我跟你说了，你不能告诉别人。其实我和汪倩在美国我们就认识了。德子，还混过美国呢。姐姐，那何止是混过啊！你去那 data 打听打听，这些布莱克批评们都知道我的名号魏盛德，提这名在美国好使。但是那汪倩吧，她手脚不干净，被警察抓过很多次。她怕呀，说出来让你们给轰走，就不让我告诉你们。那就汪倩。话说呀，我第一次见汪倩，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那个时候，我刚从这唐人街那小超市收保护费出来，我就看见一辆超跑啊，歘就穿过去了，后边跟着2、3辆，歘歘歘，他又穿过去了，我就懵了呀。这时我就听见有一声呼喊，就救命啊，救命啊！我定睛一看，那个超跑后边啊，看那是一 Chinese face 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我能见死不救吗？我就当时一招手，我那些布莱克兄弟们就冲来了，就嗷嗷一顿追那个车呀。怎么着？腿追上了超跑？那可不说是吗？黑人兄弟们跑得快呀！去了那之后，3下5除2，噼里啪啦就把他们打趴下了。我就把那姑娘给救下来了。那姑娘就是汪倩。哎呀，所以说呀，这个汪倩呀，欠了我一大人情。我给你倒点酒。别，说了那么多，你自己该渴了，给自己满上吧。那行啊，那我不客气了。对5，对6，对7，对8，要不要？不要。对9，对10。哎，雷姐好。这人认识吗？不认识。认识吗？没见过。你看看。不认识。对8，对 K， 要不起？要不要？让开！干嘛呀，雷姐？看清楚，认识吗？德子呀，几年不见，怎么长这样了？认识是吧？说说看。以前一起在邵家村那边混过。德子还混过美国是吧？穷光蛋一个，还美国呢，岭南都没有出去过。
行，这个人认识吗？不认识。没眼镜。那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朋友？好多年没有联系了，一时半会儿的。哦，对了，他有一个得肾病的姐姐，长期住着院呢。你没有看见我的字条吗？为什么还不走？我为什么要走啊？我是在你的饭里下了药，但你也不应该为了报复我，去秋湖那儿点我的炮。你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有多严重。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冤枉我、指责我的。秋湖已经知道了我的底细，他一定会派人来告我。我把可可送走了，听我的话，马上离开岭南。陈斗，张老板知道虎哥私底下是做什么生意的吧？既然知道，想必也是同道中人。那我就把话跟你说明白了，就你给我那10万8万的，根本满足不了我的胃口。我要跟着虎哥赚大钱。恐怕你没法跟你虎哥赚大钱了。什么意思？我之所以雇你去偷钥匙和亲自动手，是因为秋虎的办公室里面藏了监控。现在，你偷钥匙的事儿已经被拍下来了。你虎哥的手段有多狠，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你竟然推我出去挡枪！既然你为了避嫌，把我推出去了，为什么还回来找我？因为我不想看到你出事，我想保护你。帮我订张去洛杉矶的机票，明天最早的一班。小心！我走。站住！这是我工作的健身房，先躲会儿吧。
那些是什么人？抢劫的吧？开什么玩笑！这么多人抄家伙干你一个，分明是不要钱，而是要你的命。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仇家寻仇来了？你怎么出现在那儿啊？夜跑，正好路过。健身教练不保持好身材，怎么招客户？每一个健身教练身手都像你一样好，是吗？你这个态度很有意思啊，连句谢也不说，还话里有话问这么多。你别忘了，刚才你抱头鼠窜的时候，可是我救了你。要没有我，你现在已经暴尸街头了。就那几个小喽啰，还弄不死我？王倩有没有跟你说啊？他惹麻烦了？啊，我知道。马上带他走。你现在自身都难保，你还是先想想怎么解决自己的事儿吧。王倩是真有事儿，你别犯傻了。不是有我在吗？我会保护好她的。张公子，就别胳膊伸太长，总操心别人的女朋友了。哦，对了，倩倩跟我说，你马上就要离开岭南了。我希望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哦，对了，我之前确实是要离开岭南的，但我现在打算不走了。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么一个毛病，越是得不到的东西，我就越想要。看好你女朋友，千万别被我抢了。你没事吧？四周消息够灵通的。我手下看见黑皮几个小兄弟带着家伙上了一辆车，看样子要出事儿。我一猜就是来对付你的。刚刚差点死了。你要马上离开岭南，方林的事儿，我去马爷想其他办法。我想过了，不走了。我爸派我来带回方林，刘冰和公司那几个老家伙都盯着呢，就等着我办不成这事儿，借由头打压我。我要是就这么夹着尾巴逃走了，我爸该怎么在公司里立威呀？既然你决定了，那我派些人手保护你吧。不用。四叔知道我这么长时间没办成，我爸为什么不多问吗？老爷子是在练我呢。今天我就要靠自己解决眼下的局面。我不但要带回方林，我还要撒开手，陪秋湖好好玩，让秋湖搞清楚岭南城到底谁说了算。张显赫跟我说，他不打算离开岭南了，他应该是想留下来继续找方林。那家伙害我害得不浅，明知道秋虎办公室有监控，还让我溜进去，还是想想怎么救我吧。我要是出事儿了，我就去阴曹地府找程叔告
告你小状。都这个节骨眼了，还有心思开玩笑？曹大已经派人走访了，给豪庭酒店安装监控的公司，就他们提供的图纸来看，顶层不在他们的监控范围之内。如果秋虎办公室真有监控，那也一定是独立的监控设备。也就是说，记录监控视频的硬盘在酒店顶层。秋虎办公室，那得赶紧想办法溜进去，删了监控记录。不能删，一旦秋虎发现监控记录不见了，肯定会起疑。那不删，搞坏硬盘不行，人为的破坏痕迹太明显。你这横也不行，竖也不行，到底要怎么样啊，大哥？咱得争分夺秒啊！让我再想想。想什么想？逼急了，不一把火把酒店烧了。你想，快跑！哎，着火了，着火了！我刚从窗口看到人都逃出酒店了。走吧，你跑！哎，谁让你们下来的？着火了，不下来不行了。你哪这样看着火？你俩在这守着，别让任何人上去，明白吗？溜子。酒店关了，但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这点功夫能出什么事儿啊？黑皮就瞎紧张。小陈兄弟吗？你这时候在这儿干嘛呀？好啊，这王七，男朋友是修理工也不告诉我。哎呀，我说小陈兄弟啊，你都来了，就帮着我们把澡堂的锅炉给修了吧。哎呦，我这都坏了1个月了，天天冷水澡都洗得姐姐可冻坏了。来吧，来帮我歇歇哈。哼。红姐，对门打什么要什么，还要不要摸牌了？怎么了？打牌就打牌，能不能让人胡了？先生，您的茶。哎，再碰。哎，糊了，
清一色。还没开封，手气太差了。哎，连着来了好几天，输了7、8万给我。小子，诚意我收到了，亮牌吧。你真是马爷的儿子？我平时呢就爱打打麻将，招呼招呼朋友。麻烦事啊不掺和。张公子要是识相，喝完这杯茶就可以走了。红姐别着急赶人啊。先听我把话说完。如果这话说的不中听，出了这道门，就当我从没来过。如果说的你感兴趣，再做打算也不迟。说。豪庭酒店的老板秋虎，跟你是老朋友，你们一起相互扶持，在一起挣了不少钱。可是红姐，知不知道秋虎当初在岭南起家时？是谁帮的他？又是谁这些年一直给他供货，养肥了这岭南大大小小的夏家？是我家老爷子马洪涛。马爷常年在红瓦，岭南的这帮朋友就好像忘记了马爷的恩情，可这喝水总不能忘了挖井。我这次来就是想提醒你，当初能扶你们起事的人，也有能力把你们给换掉。你不是只是过来提醒我这么简单吧？红姐多久没从秋虎那拿货了？秋虎怎么说？条子看得紧，货不好出，还是说让你乖乖等着？为了拿到货，受制于你。虎哥厉害，都没了底牌了，还能演这么一出好戏。你到底想干什么？想要给你一个机会。秋虎不供货，不是因为他不想，是因为他没有。如果红姐愿意的话，我可以捧你做下一个酒窝。前阵子有一个新卖家冒头，开价比秋虎低，下家们都去他那里拿货，但是这新买家没卖几天，就被秋虎给做掉了。你刚才说什么？让我抢秋虎生意？我还想留着我这条老命，多打几年安生牌呢。红姐要是真忌惮秋虎，就不会把新买家陈志勇给藏起来了。你怎么知道的？秋虎没杀成陈志勇，让人给跑。你为了拿到低价货，答应陈志勇帮他藏着。可陈志勇现在哪敢出货呀？也绝对不会告诉你他的货源关系。局面坚持久了，我猜这陈志勇你也该养烦了吧？人嘛，要不图利，要不图情。只要你肯做我在岭南的托家、拿货家，你来定。我才进场
才肯给这么好的条件。要是红姐不愿意的话，我也可以找别人。等等，虎父无犬子，今天我总算是见识了。张公子既然把我摸了个底儿掉，那我也顺嘴来猜猜你吧。秋虎知道了你的底细，想要把你干掉，你也想像陈志勇一样来找我的庇护。坐啊，尝尝红姐给你泡的新茶。哟呵，附上了嘿！昨晚来电以后啊，张姐逮人就说你心地善良，能力强，免费把锅炉修好了。可以啊，胡雷锋，出任务还能顺带着做好人好事啊！哎，你那烫伤也算是工伤啊，医药费该报的还得跟曹大报。酒店的人没有察觉什么不对吧？秋虎损失了一天的生意，冲着黑皮啊发了一通的火，但完全没有察觉是有人在故意动手脚。我说的没错吧？演大戏，调虎离山，动静越大，搞小动作就越不容易被人发现。技术科已经处理过硬盘了，用这段视频替换掉了你进办公室的片段。我们得抓紧时间，把存储器再装回去。呵，这也够坏的啊！别瞎想，这都是为了转移秋虎他们的视线。这次可不能再闹火灾了，这天天搞大的，阿德都不信了。家里有什么计划？酒店客人有人报了火警，曹大今天晚上打算派人伪装成消防人员，去酒店排查隐患，配合我们的行动。这次我掩护你啊，保准不让张姐再逮着你。忙着呢，说话。说话呀！小心他们雷姐绑架了。他绑你姐干什么？哭什么？说明白了。他威胁我就在你的牢底，才告诉我小青在哪儿，不然就让我等着收尸。雷姐她要干嘛呀？要不然你跟她说实话吧，啊，不然我姐就……不行，你不能把我的身份告诉她。阿德，你听我说，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相信我，等我消息。阿德在哪儿？你就算摁住阿德，他姐怎么办啊？你现在身份随时汇报，先控制人再说。雷杰怀疑我，他就算不从阿德下手，他也会在秋虎那儿点我。问题不在阿德，在雷杰。必须想办法把这颗雷清掉。不行，不能等到晚上再动手了，必须马上把人清走。还好啊，昨晚上啊没真烧起来，要不然啊，我这些明星的 CD 啊、海报啊，全都得完蛋。你什么时候买八卦杂志啊？本胡可娟好多年了，看有他的消息，就买了。胡可娟我也挺喜欢的，什么新闻？著名偶像家中惊现监控，偶像被偷拍1年之久。现在粉丝都这么追星了，还跑人家里装监控呢？
不一定是粉丝干的，说不定是狗仔队想挖八卦卖钱呢。现在只要有监控，什么消息都能挖到，什么吃饭、洗澡，你说了什么，跟谁见了面。我家会不会让人装监控啊？啊？谁会监控你啊？不是啊，你想啊，哎，你说张显赫不是差点坏了虎哥的事儿吗？虎哥就怀疑是不是身边的人走漏了风声。我当然是不会出卖虎哥了，那你保不准是不是有人想从我身上打听点消息啊？自从你怀孕以后，虎哥就没去过你家吧？别自作多情了，就算要安监控，也不会安你那儿啊。那哪儿？当然是虎哥家呀。要不，就是虎哥办公室。说不定张显赫人消失了，这俩眼睛还监视着虎哥呢。也别太担心了啊。办公室那边啊，有六子他们在看着，苍蝇都飞不进去。可不可能查一查就知道了？3天没吃饭了，你是跟你自己过不去，还是跟我过不去啊？行吧，今天是咱俩第一次正式谈合作，我表示点诚意。你和方林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你干什么？没教过你吗？最后一遍啊！你跟方林什么关系？男朋友，他是我男朋友。知道你喜欢这丫头，所以就帮兄弟你一把。死心塌地跟我干，我保证绝对亏待不了你。这是我送给你的第一份见面礼。你忘来的。在这儿等着，半小时以后送那服务员回宿舍。不要我开车送你了？不用。黑皮给我打电话了，让我送你去酒店。喂，虎哥。说话。虎哥，你快来一趟，我在你办公室发现了监控摄像头。谁让你动我办公室了？水缸旁边那个，我放的。不止水缸边上，有2个，还有一个真